平安，我是串嘴大叔 Ivan。如果你想聽粵語嘅話，去設定入面揀語音，再揀返自己嘅語言就可以。If you'd like to listen in English, go to Settings, select Voice, then choose your preferred language. 今天是巧合 vs 創造，解讀宇宙的精密系列第一集，鬥論宇宙微調的驚人發現。因內容太多，因此每一集都會分為多段影片。以滴以滴，市民殿，唐大不過銀天。這是一個全新的獨立系列。不過如果你有看過我們之前的創造論 vs 進化論8集系列，你會發現這個系列進一步深化了切給論證的討論。即使你沒有看過之前的系列，這個系列也可以完全獨立觀看。我的頻道希望捐助一些較為比較難深入探討的題目，或者一些比較艱深、比較沉悶，同時又十分重要的題目。非常歡迎團契或主日活使用這些影片。如果你需要什麼特別的題材，分營讓我知道，我也可以提供一些培訓支援。內容修 no， 建議配咖啡收天，準備好深度思考。在20世紀下半葉，科學家們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。這個發現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宇宙起源的討論。這個發現就是宇宙微調現象。什麼是宇宙微調呢？簡單來說，就是科學家發現宇宙中有許多基本的物理參數和常數，它們的數值必須被極其精確地設定在一個非常狹窄的範圍內，生命才有可能存在。如果這些參數稍有偏差，哪怕只是1/1000的偏差，整個宇宙都會變得完全不適合生命存在，甚至連原子、分子、星球都無法形成。這個發現為什麼如此重要呢？因為它直接挑戰了進化論和無神論的根基。如果宇宙真的是隨機產生的，是盲目的自然過程的結果，那麼這些參數的數值應該是隨機的。但科學家卻發現，這些參數的數值恰好落在那個極其狹窄的範圍內，使得生命可以存在。這種精確性的機率低到令人難以置信，以至於許多科學家，包括一些原本是謀神論者的科學家，都開始重新思考宇宙背後是否有一位智慧的設計者。今天這一集，我們會深入探討宇宙微調的具體現象，看看科學家到底發現了什麼。一，我們會詳細計算這些參數的精確度，讓大家真正理解微調到底有多麼不可思議。我們也會解釋為什麼這個發現對進化論構成致命的條件。在深入具體的微調現象之前，我們需要先澄清一些基本概念。宇宙微調指的是什麼呢？它指的是宇宙中某些基本的物理常數、初始條件以及自然定律的形式，必須落在一個極其狹窄的範圍內，才能容許生命的存在。這裡所說的生命，不僅僅是指人類，而是指任何形式的有機生命，甚至是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。我們需要理解3個層次的微調。第一個層次是物理常數的微調。宇宙中有許多基本的物理常數，例如引力常數、電磁力常數、狂合力常數、弱合力常數等等。這些常數的數值確定了宇宙中各種力量的強度。如果這些常數的數值稍有不同，整個宇宙的結構就會完全改變。第二個層次是初始條件的微調。宇宙大爆炸時的初始條件，例如能量密度、熵值、物質和反物質的比例等等，也必須被精確確定。如果這些初始條件稍有不同，宇宙可能會立即坍縮，或者永遠無法形成任何結構。第三個層次是自然定律形式的微調，這是指自然定律本身的縮號形式，例如引力遵循平方反比定律，電磁力也遵循平方反比定律。如果這些定律的縮號形式稍有不同，例如引力是立方反比而不是平方反比，宇宙也會變得完全不適合生命存在。現在，有些人會問，什麼叫做適合生命存在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科学家在讨论宇宙微调时，并不是说宇宙必须恰好像现在这样才能有生命，而是说宇宙必须满足某些最基本的条件，才有可能产生任何形式的复杂化或反应，进而产生生命。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包括：宇宙必须存在足够长的时间，让恒星可以形成并燃烧；宇宙必须能够形成重元素，例如碳、氧、氮等等，因为这些元素是所有已知生命的基础。宇宙必须能够形成稳定的行星系统，让生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可以演化。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些条件，就会发现它们对宇宙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这不是说宇宙必须恰好像地球这样才能有生命，而是说如果宇宙的基本参数稍有偏差，连这些最基本的条件都无法满足，更不用说产生生命了。诗篇19篇1至2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全出知识。当我们看到宇宙微调的精阔程度，实在不得不赞叹造物主的伟大智慧。正如诗篇所说，诸天本身就在述说神的荣耀。这些精密的物理常数不是随机的巧合，而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精心设计的杰作。罗马书1章20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保罗提醒我们，透过观察受造之物，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。宇宙微调的发现正是现代科学为这段经文提供的有力佐证。若有关今天的资讯或其他的内容，希望了解更多，可在下方留言。说法发点是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希望你能订阅、开嘎嘎通知和分享出去，以支持这个 channel 能继续下去。也了解更多，也可以到我 Patreon， 让我们一起认识神，思考信仰，活出基督。